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里是不知喵同学。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又是一期不务正业。哦，不是，是超级开心的转运开箱视频啦。我怎么好像最近都在开箱？那其实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回国，所以我已经从国内陆陆续续买了好多次各种零食、日用品，还有衣服什么的转运来德国了。那这次的我这个2个箱子呢，虽然也不算很大很多，但是我收到还是真的很开心的，因为真的超级快，是我用的所有的转运公司当中最快最方便的。从国内发出到我在德国收到，大概只用了4个工作日，而且收到的时候就是包装很完好，超级 nice， 点赞。那如果在国外的小伙伴对于转运公司和我这次购物的流程感兴趣的话呢，我会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分享。那么在开这2个箱子之前呢，先说一下，今天视频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没有任何广告，也不是什么推荐，具体是好是坏呢，我只能给一个我的主观印象给大家参考。虽然说双11马上就要到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理性消费，不要冲动。OK， 那我们就开始开箱吧。给大家看一下。OK， 那我们现在就把东西都拆出来了。我大概给大家分了个类，等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东西，我自己试戴的体验。然后我差不多这次带的东西就是有零食，然后有一些首饰类，然后还有一些我拍视频用的东西，还有一些小家电。那因为我最近几个月其实都在比较健康饮食，所以我这次其实没有买很多零食带过来。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零食都是好几10公斤运了买过来，但是我这次就只是买了少量的，就是这些魔芋爽啦，然后还有海苔什么的可以带过来，做寿司啦，或者是下那种日式面条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然后还买了一些就是爽的这些干货，香菇啦，还有什么鸡枞菌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你们在亚超都可以买，这边买的我自己是觉得那些香菇就比较小，然后品质不太好，所以我还是从国内带了一点品质更好的这种菌菇过来。像海苔这种东西就很轻，然后转运呢，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按照重量来算的，所以其实这种小东西里面也可以多带一点过来。那第2类呢，就是我这次带的首饰美瞳这一类，这手上是我这次带过来的这些美瞳。熟悉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买这类东西的。虽然其实大部分我可能一次都没有戴过，有一些耳环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买了很多美瞳和耳环，还有项链这次带过来。然后这些美瞳大部分是日抛，然后也有一些年抛。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少出门，所以我今天就不给大家试戴了。然后如果之后有机会给大家戴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型号吧。其实我这次又会带这么多美瞳过来的原因，也是因为德国就是欧美这边它很少卖美瞳，但是你在这里其实是能够买到很好的隐形眼镜。但是像美瞳就是有色隐形眼镜这一类，还是在日韩做的比较多。所以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德国的话，然后你是一个很喜欢戴有色隐形眼镜的朋友，你还是要从国内带一些过来这样。OK， 那等一下重点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次买的一些小饰品吧。然后我手上这2个袋子其实是我买的一些耳环啦、项链啦，包括一些小夹子。这个其实是我让我妈已经给我整理好了，所以都扎在一起了。耳环是买了淘宝的3家店吧。然后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小夹子。那这些就是我在国内买的一些小头绳，其实我还是觉得国内的要比德国这边好看。德国这边基本上都是纯色的那种，然后如果你想有点新意好看一点的话，还是国内这种比较好看。这是一个小爱心的，我觉得这个黑白简约的也挺好看的，这个很好看，我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简约，可以看一下，很简单的，你扎在辫子上就会觉得有点小特别，小心机，有个小环。这就是一个小花，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莫兰迪色的，就是饱和度不要太高的颜色。这也是一个灰色的小爱心，然后这边是我这次带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小夹子，我已经把那个包装都全拆掉了，所以就是看起来有点乱。然后绿色系里面就有一些这样比较简约的，就带小牛油果的，然后还有带小贪花的，或者是这种纯色的 X 型的夹子，我觉得这种夹的都挺好看的。然后除了简约型的以外，就还有一些这种带小图案的，什么鳄鱼啦，然后带香蕉的，然后菠萝、小恐龙等等。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就还有一些小的珍珠的夹子啦，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亮亮的水钻的夹子。OK， 夹子就介绍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这次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耳环。然后这个袋子应该是我买的耳环其中一家的一个小袋子。
有一些我已经在家让我妈帮我装在了这种小的收纳袋里面，那就是这种小的首饰收纳袋，这个样子的。然后其实我在家里用的都是那种亚克力的大盒子，就不太便携，但很好挂。然后我后来呢，第2次来德国的时候，我就买了这种塑料的小盒子，就比较便携。但是我后来发现呢，还是有点难找，就是东西放在里面以后，比如说耳钉，你几个放在一个小格子里，就还是有点会缠起来，包括项链。不过我最近发现，其实德国的 Teddy 有卖那种大的亚克力的盒子，可以收纳各种什么口红啦、耳环、化妆品之类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如果有需求的小伙伴，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大概几欧一个。然后我这次买的这种小袋子呢，就是很方便，超级轻，然后也很便宜，100个才10块钱吧。我觉得它比这个盒子方便的就是它可以一个一个东西这样装进去以后呢，你可以放在小袋子里，或者是你就放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这样子一个小袋子装了以后就完全不会缠起来，项链、耳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这次就买了很多这种小的袋子。那我就一个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这次买的耳环吧。那么首先呢，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一对是我忘记了日本哪个女明星的那个类似款，然后我觉得还是蛮简约的，这个挺好看的，就是戴上以后挺适合通勤的，然后不夸张，就不明显，不像很多珍珠的那种很明显，就有点小气质款。然后这副小耳钉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气质的，就日常通勤的那种款。它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虽然还有点大，把3簇小花连在一起，但是整个就因为它不是像耳垂那种很夸张的款式，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平时就是上学上班什么之类的。这副呢其实也是小花朵，但是比较特别。其实我这次还买了蛮多跟花朵相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已经冬天了，但是我买的都是比较春天的款。然后它里边是这种样子的。那这副小花的跟刚才那个区别就是这个它上面有几颗的这个小钻，然后它的花朵是朝外的，是这个样子。不知道这个跟刚才那个你更喜欢哪一个呢？这个我觉得比较森女系，就是适合比较温婉类型的那种穿搭。那刚才都介绍的是花朵的，我就把这次买的所有的花朵的一起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就比刚才那个2个要稍微大一点。这个花就是比我的耳垂要大，但是呢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比较灰调比较高的蓝色，饱和度比较低的蓝色，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气质。不过戴这种比较大的耳环的话，你就要注意你的那个穿搭的颜色也要跟它比较协调一些，不然的话可能这种蓝色就会比较的突兀。然后接下来这对耳钉呢，其实我也是看到以后就很喜欢的，虽然它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大，然后呢也是金色的，不过我觉得它的整个设计就蛮特别的，上面它有绿色的、红色的这几个颜色的钻，然后你其实戴在耳朵上远看是不太能看出来这个颜色的，但是如果有灯光打过来的话，就会觉得那种颜色它不是很单调的，有点特别的样子。然后跟刚才那个圆的款式有点类似的就是这副小的带珍珠的这种耳钉，然后这个其实很小，我不知道你们在镜头里能不能看得清楚，它的上面是一共有每一颗有6颗小的珍珠，然后我自己挺喜欢戴这种比较小的耳钉的，就是日常的时候不想戴很夸张的款式，然后又不想让耳洞空着的时候，我就会戴这种小的很秀气的那种。然后这次我其实除了买很多耳钉以外，还买了一些单个的这种比较大的耳环啊，这个也算是耳钉了，就是套在整个耳朵上。我觉得这种特别大的耳钉的话，就不要把它两边都戴满。如果两边都戴满的话，就会显得很多很浮夸；只戴一边的话，就会让人不经意看到的时候，觉得还是比较有气质的款式。这只呢看起来像是一个耳线。其实它不是一个耳线，它是一个套在耳骨上的这么一个链子，你可以套在你的耳骨上，然后上下的这么动，然后摆在那里。然后其实我是挺喜欢买这种长的款式，但是因为我自己有的太多了，所以我这次就没有买很多。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小 V 带钻的，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然后下面这个2个小开口的圆环呢，其实它也是戴在耳骨上的。我自己是没有耳骨的那个耳洞的，我只有耳环，就是耳垂上有2个耳洞，所以我这种就只能买这种开口的，然后直接给它卡在耳骨上，想体验一下那种耳骨环的感觉，也很小，可以给它搭配起来戴，你也可以单独戴一个。然后这副我也觉得超级好看，因为它是一个不对称的款式，这边是比较大的，这种耗时感觉的耳环，然后这边呢是几个
珍珠加上这种有点金色的小环套起来的。然后这个比较特别之处就在于这两个不一样，我自己是很喜欢不对称款式的这种耳环的，就很特别。然后这对耳线其实是我这次在这些耳环当中买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我看到以后就立刻觉得很喜欢，很气质，所以我就买了的这一对。然后也是我很喜欢的这种白灰的配色。有点长长的，其实我觉得戴这种长耳线的时候，要保证你的脖子露出来的部分多一些，会觉得好看一些，因为它比较修饰你整个脖子的形状和你的脸型。然后如果是穿领子比较高的那种衣服，我觉得可能就不要戴这种特别长的耳线。最后呢，还有一对也是这种长耳线的类型，但它其实仍然也是一个耳钉，穿在你的耳洞里面。然后后面的这一个带有长长的这个线的部分，其实你可以把它拆下来。如果你只是想要有一排的这个珍珠在你的耳朵上的话呢，你可以就后面换上一个普通的耳塞就可以了。那这样就不会有这个后面脱下来的这个长的线。但如果你喜欢这种长款的，那你可以用它这个本身自带的这个线在后面给它堵上。然后这个是另外一对珍珠的耳钉，戳在你的耳朵上。它都是和你的耳骨的形状很服帖的，所以并不会觉得很多很浮夸。然后我这次还买了2副蝴蝶的，一个是银色的，一个是金色的，然后2个形状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蝴蝶形状的，我之前也买过施华洛世奇那个19年的新款的那个蝴蝶的，那个我戴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放哪去了，所以我这次又买了一些。然后配套这个蝴蝶的耳环，其实我还买了一个蝴蝶的这种项圈，这种看起来像是一个狗链子。然后接下来这2个东西其实都是我视频要用的，就是一个是滤布和反光板。然后这个滤布呢，我是之前想拍 ASMR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role play 视频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去做那个背景嘛。不过我还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等之后用了以后再给大家看吧。然后这个反光板呢，其实我买的原因是因为拍视频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光打到反光板上，然后再打到人脸上，就是比较方便这个面部的颜色调节，让画面更有质感。那我现在拍视频其实用的就是2个大的点光源，就是它每次都会把我的额头啊、鼻子照得像铜镜一样。其实现实生活中我并没有这么油啊。然后因为我拍的是4K，然后这个相机加上那个点光源，它很刺，就会显得皮肤就闭口啊什么的就有点严重，皮肤很不好，反正就是丑。然后我就想用这个反光板来改善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会面部会好一点。这个只能看我们之后视频拍出来的效果才能知道它到底好不好了。OK， 那最后还有2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完全给大家拆开了，就是实用电器类。那这2个就是单独走香港那条线路的。然后一个是排风扇，一个是桌面的这个小吸尘器。这个排风扇呢是用来给那个外置的硬盘散热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桌面吸尘器，就是比较方便，它可以清洁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就是包括桌面的一些角落啦，然后还有或者是键盘的缝隙啦，都可以清洁到，还是挺实用的一个东西。好了，那以上就是我这次淘宝购买的开箱内容啦。最后呢，再给有需要的小伙伴分享一下我这次具体的邮寄体验。那这家转运公司含电磁的物品其实是需要分开邮寄的，所以我一开始分成了2个包裹，其中一个是非敏感的普通物品，然后另外一个是含电磁的这个小家电。其实我这次是买了东西让我家里人打包好以后给他们寄过去的，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买了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想好要寄点什么东西。然后转运公司是收到我包裹后的第1个工作日，也就是10月28号帮我发出。然后德国这条线走的是 Hermes 快递，然后11月2号我就收到了第1个普货路线的包裹，6个自然日吧，除去周末就是4个工作日。那今天呢，也就是11月5号，我收到了第2个含电磁的这个特货线包裹。好像含电磁的产品是需要经过香港的线路，所以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我其实看物流也就还是4个工作日左右的样子。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德国第2波疫情的期间，这个快递的速度也会这么快。所以呢，我今天就可以给大家拍这个视频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像我这么麻烦，你们可以直接从淘宝买了，寄到转运公司，然后他们会直接帮你就是装好合并打包发来德国。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所以其实整个邮寄流程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 BigO Plus 集运，或者是扫描我屏幕上给大家的这个二维码，然后登录以后呢，你可以把默认的仓库地址设为你的淘宝收货地址，然后把淘宝的快递信息输入到小程序里面。等你买的东西都到了以后，你就可以点击合并打包，然后最后你计算好价格付款了以后，他那边仓库就会直接给你发出到德国啦。OK， 那最后呢，为了满足大家双11期间的购物需求，这家转运公司呢还特地准备了
了双11期间的各种邮寄优惠政策，以及5公斤的免费寄送服务抽奖。具体详情呢，我就放在视频的评论区了。那其他关于集运的各种具体信息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咨询客服哦。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啦，希望你会喜欢。还是那句话，即使是双11，也要理性消费哦。那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双11什么节日来着？单身狗节还是什么 ？Anyway， 感谢观看，我是不知名王同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